2000多年前拉丁语族的罗马帝国就有对北方3大蛮族的记载，即西北的凯尔特、正北的日耳曼、东北的斯拉夫。后者作为这一期的主角，乃俄罗斯、乌克兰、波兰、捷克、塞尔维亚、保加利亚等等共同的祖先。古时候，他们把自己讲相同语言的人称为 Slova， 意即会说话的人，是为斯拉夫一词的出处。来到中世纪，离欧洲文明中心较远的斯拉夫民族开发程度依然相对落后，甚至频频有男人、女人、小孩被抓起来当奴隶去到中东市场贩卖，很是阿拉伯、土耳其商人的抢手货。就这样，在黑奴出现之前的几百年，白种的斯拉夫反而逐渐成为奴隶的代词。Slav 一词经过拉丁语，再演化成英语的 slave， 是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。经过十几个世纪的迁徙，斯拉夫语族还可细分为西斯拉夫语支、南斯拉夫语支、东斯拉夫语支。西斯拉夫主要代表有波兰、捷克、斯洛伐克等，留在了中欧地区，可谓顶住了西日耳曼、德意志人的东扩脚步，也因此在文化上深受后者巨大的影响。捷克主体前身波西米亚的国王，甚至一度兼任神圣罗马的皇帝。西斯拉夫人同样是信奉天主教和使用拉丁文书写，与西欧走得更近，经济状况明显比南部和东部的远房穷亲戚来得更富裕。至于南斯拉夫，本来和西斯拉夫人并没有区别，但由于马扎尔人入侵中欧，6世纪开始不少就南迁至巴尔干半岛，与西斯拉夫断了联系，形成了旁支群体。这些南部的保加利亚语、塞尔维亚语、克罗地亚语极为相似，然而欧洲东南方有着复杂的山川地势，地理的隔阂导致之间信仰各异，天主教、东正教、伊斯兰教和使用不同的文字，拉丁书写、西利尔书写，相互的排斥和摩擦，一直是难搞的火药桶。东斯拉夫则为今日的重头戏，乃最庞大的一支，但地理位置最偏僻，落于下风，长期停留在半原始的阶段。直到靠着属北日耳曼语支的维京瓦良格人的帮助下，东斯拉夫部落才成功建立起强盛的基普罗斯大公国。罗斯 Rush 词源是对统治阶级的维京海盗身份将首 Rus 的称呼，俄罗斯的俄则是蒙古征服者发音不全添加下去，传到东土错误的汉语翻译。古罗斯接下来因为内部斗争和外族的入侵，分裂成零零散散的诸侯邦国，民族文化语言差异渐行渐远，主要为大罗斯俄国、小罗斯乌克兰和白罗斯人的前身。不过，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大罗斯统一各个罗斯诸国的野心一直都在，从莫斯科公国到沙俄帝国都在疯狂不懈努力着。须知以正统自居的沙皇，其中的头衔就是全罗斯的伟大凯撒与统治者。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确实也打下了整个东欧 KPI。到苏联的建立，内战后本着民族自决原则，为俄、乌、白分别成立了境内的共和国。20世纪中叶巅峰期，所有斯拉夫国家，包括波兰、捷克斯洛伐克、保加利亚等等，甚至都拉入了共产阵营的大家庭。可他们早已撕裂的关系，并没有带来最终的圆满结局。苏联解体至今，断断续续依然有大大小小的外交武装冲突。大帝普京还在强调着，乌克兰属于古罗斯的土地，现代乌克兰就是苏俄创造的。俄罗斯强硬的作风从来就不怎么受西方各国待见，还常遭蔑称为披着白皮的达达蛮夷。造成乌克兰危机，欧美北约集团有一定的责任，
不过，如果俄罗斯硬是要以民族历史渊源来合理并吞乌克兰的话，就请先放弃亚洲西伯利亚领土吧。